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大舅。那我们的频道呢，今天请来了一位很棒的嘉宾，他呢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学习和工作经验，在美国和中国都做过工程方面的高管。他曾经是网易的工程 VP，然后又是 Strava 的 CTO。那这个人就是彦东。那彦东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有机会跟Joe还有各位交流。好的好的。那如果呢你是第一次来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那这里呢是硅谷大舅频道，我们的宗旨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就像彦东一样。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呢，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在 YouTube 上。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请到这个彦东呢，首先是他是一位工程方面的高管。那我们频道其实还没有过工程方面的高管，当然我希望以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我们想先听听看这个你从一开始到后来成为网易的 VP，成为 Strava 硅谷一家公司的 CTO 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旅程。所以能不能先讲讲看，比如说彦东你是哪里长大，什么时候来美国的？我的经历其实是比较特殊的。我小时候换了好多个地方啊。我是山东人，我父母都是山东人，但是我小时候其实在浙江待过很久，因为我父亲他就是当时在部队里，所以去了好多地方。浙江、苏州浙江待了比较长的时间，度过童年，然后又到山东继续读完了初高中，然后我是07年来美国去 Emory 读博士。嗯，后来呢？你后来就去哪里工作了？毕业之后？我毕业后其实就去了硅谷其实也换了好多地方。像一开始的话，就是在雅虎研究院、微软研究院这些地方工作，它实际上大家可以认为是 PhD 生活的一种延展。很多时候你其实还是在看 paper 呀、发 paper，然后其实工程方面接触比较少。那后来的话，其实大周也提到一些，就是在14年的时候去了 Uber，17年去网易，然后19年去 Strava 这样。好的。嗯。首先呢，最开始你实际上是一位科研人员，对不对？你首先是在大学里面做计算机方面的研究，后来嗯，呢又去了雅虎，其实也是一个科研人员，对不对？是的。但是后来你的这个位置稍微有点不一样了，变成了一个技术管理人员。首先说一下这个转变是在哪里发生，是在 Uber 产生的吗？其实应该说，在 Uber 有一些萌芽，有一些发展。我觉得真正的可能比较大的一些提升和发展是在网易。在 Uber 的阶段的话，其实也有很多这种管理方面的工作，但是我并没有去承担一个很大的一个管理者的角色。真正很大的话是在网易，那时候一去就有好几十人的团队，所以让我这方面得到很多的锻炼。嗯，好的。那其实这是引下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嗯。是首先你呢作为从中国到美国来的一个技术人才，然后呢也读博士，然后做科研，然后去 Uber。首先你在 Uber 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还比较早期，对不对？而嗯。且我相信，如果你一直留在 Uber 的话，那你很可能就后来也能成为一个非常高的高管，或者你的股票能够非常非常值钱。但这个时候你却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回中国去，加入了网易。能说一下这个当时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也有不少人问过我，就是说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选择，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的一个心路历程，这样希望能给大家有一些启发。我是在14年的时候加入 Uber，其实还是相对早期吧。然后 Uber 那时候的工程师差不多有400个人，我记得，其实中国工程师基本上都互相都认识。当我离开的时候17年就涨了10倍，4000个人，哇，所以经历了这么小。对 Uber 的一个完全爆发。那时候记得每天 interview 这种事情特别多。呃，那段时间加入的14年、15年加入，大家能感受到就是 Uber 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心态吧。嗯到17年的时候，其实就是发生了一些转变。一方面，公司逐渐大了，刚刚提到了人加的很快，公司规模更像一个大公司。再一个，我自己呢，可能待了3年左右呢，我觉得可能这种各种成长也好，这种兴奋劲儿可能有点消退了。所以我就是开始看国内机会。为什么看这个国内呢？一方面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它的市场很大呀，它的高速嗯增长，今天依然是可能是前几年更甚，对吧？那种不管是这种IT 方面，一般而言，还是说这种 AI，尤其是 AI，其实前几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嘛。对于我自己而言呢，因为我自己一直做这种 AI 相关的一些工作，那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国内我们知道这种场景特别多，然后它的数据也嗯非常多，它的市场非常大。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知道做 AI 需要数据，需要这种场景去落地嘛。
那其实国内当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在我看来，所以我就开始接触。那当然最后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沟通嘛，最后也是选定了网易这个位置。那所以你在Uber 的时候，你可能当时职位是 Tech Lead 吗？还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对，类似于这种职位。当时在 Uber 的话，有很多这种当 manager 的或者说我被很多次去 ask 去take on 一个 manager role，但是包括很多外面公司去找我，但是我都拒绝了。说实话，因为当时其实 Uber 内部很需要 manager，因为新人太多了。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希望还是 hands on 的同时，如果是这样，又要 hands on 又有 manager 的 role 的话，其实你想想，如果当 manager 的话，一个真正的这个 first one manager 的话，其实你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累的，你需要很多很多的这种管理工作，你的 technical 的东西会接触很少。所以他是认为就是说，我认为他是一个中间状态。我不是说这种不好，这个是挺好的。但是我当时想，如果我是 manager 的，我希望能够这个 fully develop 我的这个manager skills，那我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大的 team，所以我在等这样的机会。那你当时回到网易之后，也就觉得国内机会比较好，你一下就 step up，对吧？成为了一个 VP，管理很多人。你会觉得当时这个转变是有挑战的吗？从不管人到管很多人。Absolutely，这有很大的挑战。就是说，一方面你从这个，也许你一个很小的 team 在 Uber 情况下，其实那时候我的 team 可能20-30个人，虽然我没有正式的 manage，但是有很多的，包括你平常的沟通啊，你说 performance management， 你需要给很多很强的 input，这些其实一定程度上可以 handle。同时我还要做很多 technical 的工作。那你从这样一个 team 到一个70-80人，到最后我离开的时候200个人，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加之很多其他的因素，对吧？你的国情、你的公司，然后你的文化，然后你的产品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在适应的一个过程。但是后来你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适应了，这里面有没有什么 tips？我觉得肯定，我觉得一开始有很多 struggle，毫无疑问，任何人有这么一个大的一个 shift，包括国内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可是需要包括我一去以后，网易很多人，其实你作为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role 的话，你需要跟大家去建立一些 trust， 然后 align 你们的一些priority， 然后在这中找到一些共同点，结合公司的一些 priority， 然后去安排和布置你的工作，同时你还要去培养你的团队，这些是你才能真正形成生产力。这些我大约花了，我估计至少也得6个月的时间，其实是真正调整。对，其实我觉得对个人来说哈，这可能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高的过程，对不对？就是不给你这个机会，你就没有机会去锻炼这个能力，你不锻炼这个能力，也不会有这个机会。所以最好就是把你先放在一个位置上，然后你就锻炼自己能力，那变成高管了，对吧？然后这个后来你又回到另外一步，比如说，你为什么又选择回到美国来了？你好不容易从Uber 回到中国，又回到美国，而且选择加入 Strava 做 CTO 呢？对，这是另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struggle，就跟 Uber 当初一样，在 Uber 的时候我是非常 comfortable，然后还有说实话还有不少的股票。其实那个时候我认为，在 Uber 继续待下去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事情，毕竟你已经很熟悉了，对吧？你经历这么成长的过程，然后你待了3年，其实剩下1年，你说我是比较容易去完成这1年，是很顺利的把股票拿走。但是，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struggle 去加入网易。那同样从网易去加入 Strava 是另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struggle。在网易，你知道，我已经受了6个月的时间去 build out 你的 team， 然后可能是跟你的其他的 peers 形成一种很好的合作关系。那这个其实你可能剩下的这1年左右时间，你真正是高速的去产生一些新的成果。这些都是going very well。当时fundamentally 我觉得我和我的团队帮网易提高了它的 AI 基础啊，当时我们做网易新闻啊、公开课等等这种底层架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提升。然后我还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然后这个 Strava 就是接触了我。其实你这一点很有意思，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如果你在国内，你也不必特别担心，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归组机会去不停的去 approach， 至少是 approach 我当时。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你是在国内做工程的 VP，但 Strava 作为一个在美国的公司，而且它是完全美国公司，完全不是华人公司，对不对？但他找 CTO 会找到 Strava 完全是一个美国国公司，人背景的。他找 CTO 会找到中国去，这个也很有趣，这是怎么发生的？我先说我这个跟 Strava 接触过程啊，就是说我一开始所有的公司其实这种 approach 我都没有回应，那 Strava 是我唯一一家回应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就是 Strava 用户，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产品。你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 Strava？因为我相信这个产品是在很多的小众的人群中非常受欢迎，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的一个产品。是的，Strava 主要是一个骑行和跑步的一个社交软件吧，然后它
有很支持很多你的运动的，比如说你的轨迹跟踪啊，还有很多社交，比如说大家可以在上面一起去运动啊，然后有一个 leaderboard，你们可以互相 compete，所以它的 social 部分也非常强。它应该是在全球，我相信骑行跑步领域最大的一个 app， 它今天应该有7、8千万人全球，在美国Harley International 美国20%，然后美国之外80%，所以欧美，尤其是欧美、南美这新兴国家，包括日本也其实就是非常流行。相信很多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对吧？喜欢骑车、喜欢骑行、喜欢社交的朋友的 Strava 肯定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字。是的，对的。这个如果说你但凡有一点兴趣，我相信你应该都知道。那我自己是包括骑车骑的多一点，跑步少一点，但是我所以知道。然后我其实对这个产品就有好感，所以他们一开始找我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们去沟通嘛。当然反反复复的，这个我是那时候就开始用 Zoom， 因为人在国内嘛，所以这个比大家今天的这个 Zoom game a little bit ahead of you guys。就那时候还是包括跟所有人都沟通了，包括这个投资人啊、高管等等。后来我在想，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他找我？我也很好奇。可能我觉得，就是当然今天我觉得今天有一些很多的这个 tension， 我觉得各个国家之间啊，包括疫情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 globalization 的这个趋势我觉得还是往前进的。大的环境上，我觉得很多时候硅谷在找人才的时候，可能并不完全。当然因为我之前在硅谷待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至少他愿意去给我一个 chance。至少是跟我接触我觉得包括也看中了可能我的一些 data skills， 我的一些 AI skills， 我觉得这是一定程度上 Strava 在当时非常稀缺的一些 skills。那我稍微问一下，那成为 CTO 需要什么素质以及管理什么方面？我的理解是说，CTO 需要在技术上什么都懂，就他不能只懂 AI，他也得懂 infra，是的，也得懂，甚至要懂前端，可能要懂 app。就是你是这什么都懂呢，还是说其实你是后来学的？其实我的话，我自己的engineering skills， 我是什么都懂一点。说实话这个我相信未必是 Strava 之前他就这么了解我，但是我自己的看我自己成长过程，我其实什么都做过。我在2011年的时候自己 publish 过好几个 iOS 的 app， 那时候非常早。那时候其实完全是兴趣的，跟工作毫无关系，我就觉得自己好玩，然后我自己去很快写了 publish， 还注册了一个 developer 的一个 account Apple。然后我自己也会写 front end 的这些，但是其实大部分说实话都不是我的工作中的 skills。我工作中我可能更多的是某一方面，因为你那个 skill 要特别强，你才能在工作中胜任。但我自己是一个兴趣很广泛的，其实我什么都懂一点。我觉得你刚才也提到，Strava 它其实本身需要 AI， 需要 data， 我觉得对它增加它的竞争力是有关系，但并不代表它只需要这个。你刚才有一点很好，其实 CTO 一定程度上，其实你要 make all critical decisions，all critical technical decisions， 包括我们可能我非常陌生的 security。就是 data policy、data access、GDPR 这些东西你需要去管。我们很多做 engineer，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好处就是你 CTO 你不是只是你自己，你有一个很大的 org， 其实你很多时候可以 leverage 大家，或者是跟大家一起去这个做一些 decision。就是说我有个大体的一个判断，但是比如说 security、scalability 类似的，我可能会让我的非常 senior 的 engineer 或者 engineer leader 是帮我去做这个 decision。但是我重要的就是和他们一起去 figure out 哪些 decision 我们需要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明白了，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嘛？就是说做 CTO 这个角色，从工程角度来说哈，你当然什么都懂也最好，但是多少还是有不懂的地方，但这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领导力和管理能力可能更重要一些。对，我觉得 CTO 的话，如果我简单分一下他的这个技能要求的话，可能有几个方面，我大体可能总结了一下。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提到就是 technology，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可能需要有些基本的判断。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你不需要是一个专家，实际上。如果我仔细看的话，我觉得我在另一个方面，这个公司一定有人比我强。如果说我在某一方面我自己是一个最好的人 ，expert front end expert， 那我觉得对我自己是一个浪费。我觉得对这公司也很奇怪，就是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是最好的，那说明这公司的这个一定程度上这个人才可能不够好，我觉得需要提高。我觉得，所以反而我觉得你不应该是一个最强的人，一定找到有人做的比你更好。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一些领域可能你熟悉也不熟悉，所以你可以通过想想公司需要什么，然后怎么样去 hiring， 怎么样去 growing 来帮大家去公司补全这一块。我觉得 CTO 在 technology 方面最重要，去帮助公司去 deliver products， 毫无疑问，这是第一方面，就是 technology 方面 ，engineering 方面。第二方面就是 management， 就是当然很多公司 CTO 其实他不一定参与 management， 但是咱们这边可以就认为说有 management 的CTO 的话，我觉得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它包括你需要管理你的 individuals， 然后 teams， 然后再上一个 level 就是 orgs， 然后就是 company， 你都需要去管理你的不同程度的，比如说 individual 你需要关注他的
career development，对吧 ？performance 之类的。然后如果是 team 的话 org 的时候，你还要管理你的charter ownership，然后 process，对吧？类似这种，然后 culture，甚至说在 Strava 我还要去管理 budget。就要说你要哪些对财务哪些需要买，你是自己开发还是第三方去买 AWS， 它的 cost 很大，怎么办？是不是要 project 继续这么涨下去？还有就是说你要招人 hiring plan， 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做一些 decision， 你可以想想。然后对管理，这是管理。当这管理的话，在公司上层面上，你也需要参与建设公司的一些管理，包括甚至说不是你的，你也要给出很多的建议。我觉得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 leadership。leadership 的话，你到 CTO 的话，我认为是另一个 level 的 leadership。就是说，当然每一个层面都需要 leadership， 包括你是一个 individual contributor， 你也需要 leadership， 对吧？很多公司它的 staff engineer 啊，这个 senior staff， 那它是极强的 leadership， 虽然它不一定 direct management， 所以这两个一定是 agnostic 两个 skills。但是如果 CTO 的话，你作为一个 executive member， 那你需要对公司的发展和建议以及怎么样去和投资人怎么样和你的 board 去沟通，那我觉得这是另一个 level。如果不是 CTO， 可能甚至是没有这个，不需要做这个事情。对，主要是这几方面。如果最后还有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 business。我觉得我一个感触就是说，你要有 business mindset，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 CTO 也需要考虑的地方。我可以这么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你从 Uber 到网易做 VP， 再从网易到一家美国公司来做 CTO， 我个人觉得每一步都是一个挺大的一个 jump。这不像是你从一个 tech lead 变成 manager， 你从一个 staff engineer 变成 senior staff engineer， 是一点点你就是一个每一步都是大的一个跳跃。那你觉得这个首先对你来说，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种做法？第二个就是你觉得你在这个过程中，就你觉得你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吗？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每个人的 path to CTO 都是非常非常 unique 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更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我自己的话，我想增加我的影响力increase 我的 influence，increase 我的 impact。所以我觉得 CTO 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goal， 至少是。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要 figure out 你的 end goal 是什么有的人就是对吧 CTO， 或者是其实我现在可以想象好几种很多其他的不同的路，比如说做一个在公司做一个非常非常 senior 的 engineer， 这样的话大家在 technical 方面非常非常 respecting。还有一种比如说在大公司做一个中高层，也非常非常有他自己的一些 unique 的地方，我觉得完全都是非常合理的选择。所以我自己的话，就是如果说我 eventually 我想去一个比如说中小型公司做 CTO 的话，那我其实选了这条路。这很难说是选的，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有一些 opportunities， 然后我觉得你要抓住这个 opportunities。如果我回想我自己的这个 trajectory 的话，我觉得乔布斯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在斯坦福的这个毕业演讲，他就说你往前看你是不能 connect the dots， 因为你不能 predict 你的 life， 但你往后看往往可以 connect 你的 dots， 你发现你往回头看你的人生经历，你发现这些点都连接起来了。你看咱们刚才聊的，我一开始做了非常 rigorous 的 PhD training， 是好多年 PhD 发 paper， 对吧？那时候其实跟今天你看起来是没什么关系。后来我要去雅虎这些地方，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但我这时候我觉得我打下了很好的 data 和 AI 的基础。我觉得在今天，我觉得你说完全没有基础就做从事 AI 方面工作，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困难。然后包括去了 Uber 以后，我的 engineering skills 我觉得得到极大的提升。Uber 是一个这个快的公司 ，move fast， 所以说我什么都干在那里面，就是包括一些 system design 这样的很多事情很有意思，我以前没有接触过，我觉得我学到很多。后来去网易以后，我的 management skills 得到极大提升。我觉得你把这些所有的 piece 这个放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让我补全了我身上很多短板。那我觉得我可以一定程度上，我可以开始尝试，我不敢说胜任 Strava CTO， 但是我起码可以开始尝试这个职位。所以说我在有意识的选择的话，我就是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觉得可能是 personal growth mindset， 就是说我觉得我哪方面不太好，我可能去愿意尝试，即便是一开始是非常非常不 comfortable， 说实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啊。我自己总结一下，就是你的个人发展非常快，怎么做到呢？我的总结就是你有2点，第一个你非常 ambitious， 第二呢，我觉得你这个人比较的就是勇于去冒险 risk taking， 就不是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在一公司里面，他想说3级升4级，4级升5级，5级升6级，可能跳一家公司可以从5级的跳到6级，他还是比较这种做法当然是可以的，我们不是说批评这种做法，但你的做法是完全跳出了这个轨道，你不是说我今年3级明年4级，后年什么时候升5级，你就直接就跳走了，就跳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去做自己以前完全不会做的事情。
然后再跳回来完全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是 ambitious，然后有 risk taking 的这种做法，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道路。对，我觉得我也没有完全没有对错或者没有好坏，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完全是一条非常非常好的路。很多人你会发现，最后走得很远的人，他最后他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完全一直这么路，他去打好他的基 foundation， 然后很多时候你再这么走，其实你在一个公司，你的 foundation 非常 solid 以后，你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很多人我发现谷歌也是，今天很多人其实他一点点的，包括谷歌现在 CEO 他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这种路径成长出来的，那今天能够操盘这么大的公司。我的话，我可能就是说，那种情况下，可能一定程度上你可能是某一方面 vertical 非常非常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我的话，我可能更广，我的话一定程度上并不是说在某一个领域一定要深耕很多年，我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一个 all round 的一个人，然后可能 technology 懂一点 ，business 懂一点，这种情况让我出去不同领域去尝试，然后可能更适合我个人的一些个性和发展。同时呢，我不害怕 take risk， 就是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你每个人说实话 risk 的这个profile 不一样，有人可能希望更稳妥一点，我的话稍微冒险，至少在这个阶段，所以造就了我的。对，这个正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risk taking 这个事情，因为你在过程中不断的在放弃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在 Uber 的时候，你放弃了一些股票，而且是早期的 Uber 其实是很大一笔钱。后来呢，你又去了网易，我相信网易也给你的不少的股票，但你也放弃了一些，又回到美国加入 Strava。你如何平衡收入和发展？你是怎么做这些决策的？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考虑这些问题。尤其是即便是你在大公司待了很多年，其实你的 invest 已经很深了，不光是你的时间，包括公司给你的一些财务上的东西，对吧？包括一些什么现在 RSU refreshment 这些都会逐渐，其实公司都有这样的 strategy 把你 lock 住这个在公司里面。所以任何时候你走，可能都是一个损失。但是我觉得完全是要看自己 unique 的 situation， 要 make a smart， 我这个叫 smart trade-offs 在我看来，至少我在之前做这几个 decision 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职业发展以及让我去接受不同领域，让我一起跟很有意思的人工作，我觉得这个可能回报比我的当时的一些收益财务收益要更有意思一点。虽然说 materially 我的确是放弃了，每次换工作都会放弃一些东西，但我今天来看，我并不后悔。我觉得我的这种职业的成长觉得让我非常非常有意义。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你每次放弃你的收入的时候，比如说你从放弃 Uber 的股票回中国去，而且我相信中国的配可能都不一定有硅谷这么高，然后呢，你又放弃了好不容易在网易打下的根基，然后又到美国来，可能短期内你的收入其实都是损失的。但是是不是对长期来说，对个人能力和成长，实际上是一个长期来说是个正向的？我觉得是的，如果对，如果你在 talk about CTOs 这个 package， 那肯定比一般而言比一个engineer 要好一些。对，在这个层面上，你虽然说你可能有一个 dip， 但 eventually 我觉得会补偿。我觉得这是一个对 long term 看，我觉得是不会损失。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 career 发展，其实我更我去做 decision， 我更直接看的就是你的 career 发展。当然你 career 发展上去以后，我觉得你的那个收入也会随之而然，这个是 secondary。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其实反而没有太关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但是你的影响力大了以后，我觉得你应该会得到相应的收入，所以不需要特别担心。就是说个人成长、个人影响力最重要，收入短时下降没关系，只要你人变厉害了，以后一定会挣更多钱，这只是一个副产品，不是你的最主要的目标。是的，好的，好，如果观众朋友们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给彦东点赞，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给我们点赞，这样的话可以让怎么样呀 ？YouTube 和哔哩哔哩让他们能够怎么样，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好，下一个问题就是中美做高管的体验，你觉得如果对比一下是怎样的呢？是，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现在回去人越来越多嘛，包括也有很多人回来，甚至说从国内到美国这边来去就业。我个人的体会呢，就是说，还是非常不一样啊。那我们我们都知道，国内的这个节奏非常非常快，然后 hustling 这个 move fast 呀，还有中国的这个竞争是fierce， 竞争非常非常激烈，所以一定程度上大家所有的这种节奏都快起来了。那从上到下，包括高管，其实一定程度上你可能。如果普通员工是996的话，高管可能就是24×7，你需要去及时响应。我觉得这很自然，这是你的 role， 这是你的 job responsibility。所以总体而言是很快的。
然后美国的话更注重长期的发展，我觉得美国并不是短期的快，它更注重是一个 long term 的 strategy。然后美国因为它这种更长期的，所以它更需要这种 process 去帮你去规范你的做事情的方法。国内的话可能就是快，所以很多事情其他事情变成 secondary，我觉得也很 make sense。我觉得如果你产品 roll out 是你的产品的话，你没有竞争力，失去用户，那你也无从谈起长期发展。那所以这就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体会。那其他的还有的话，就是这些美国的话，可能更 diverse 呀，这个对吧？人更多呀，你可能接触的更多元一点。那国内的话，其实今天而言还是相对单一一点。从产品角度的话，中国的产品今天还是 focus 在国内为主，当然也有越来越多出海的尝试，但是还是本身以国内市场为主。美国的话，可能一开始更立足于好像就是一个国际品牌，或者说它并更容易有一些 access 到其他世界各地的一些用户群，所以你在产品设计，包括做一些critical decision 的时候，可能这会影响你的一些判断。你是服务于国内人群，还是服务于就是多种多样人群？多元化，我觉得在美国是一个更明显的一个考虑。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了。那你呢，在这个职业发展角度来，作为工程角度来说，也是有非常成功的一个发展。你对年轻的中国工程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我觉得首先要 figure out 你想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我自己可能我觉得我说了一些，比如说影响力这样的，但有的人可能追求他在technology 方面有很多的投入，然后很大的产出。那还有人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其实就在大公司做一些中层甚至高层的一些职位，也是 hugely influential。我觉得就是也非常的职位。所以说也一定要figure out 你到底最后中短期吧，我觉得短期和长期你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程度上会决定你的努力方向。我觉得在 figure out 你的目标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然后 follow 你的 passion， 也围绕这个坚定不移的去做一些投入，不要太在乎短期的得失长期的职业发展远远比你短期的要重要很多。我们今天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很多你看今天的创业人员。像 YouTube 的创业人，他在 Facebook 待了，可能07年加入。我其实很喜欢这个故事，他可能第1年、第2年他就离开了，去创业 YouTube。那你如果说他在07年待到今天 Facebook，我相信他也是非常好的。但他在 YouTube 以后，他今天是一个更大的成功，他还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品牌。我觉得我们一定要 follow 你的 passion。一句话总结的话。好的，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彦东的这样一个分享。我们每次节目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福利吧，就感谢你对大家的这样一个贡献。我不知道彦东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帮到你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观众。对，我觉得如果说能帮到我的话，我希望大家如果 reach out to me，欢迎跟我交流。我觉得我也是很喜欢跟大家交流，不管你是在职业生涯哪个阶段，不管是你工作中有什么想法，还是说你在找一些合作机会，或者说你在创业，对吧？我觉得我都很渴望跟大家交流。我自己有一些心得，当然我很希望跟大家在这种双向交流中互相得到启发。明白？那大家怎么联系到你呢？要不 email 吧，我可以等会儿 share 个 email 给大家。好，回头我们就把你的 email 打在我们的这个题目的下方。大家如果对彦东有兴趣，可以跟他聊一聊，学习，然后大家彼此这样一个交流，就这样一个交流。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要结束了，感谢叶东的这样一个分享。各位观众，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请给我们点赞，在我们屏幕的下方，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推荐算法看到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怎么样订阅我们的频道？而且如果你有什么想法，请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也跟其他的人进行这样一个分享。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的观众微信群，现在大家扫码屏幕上有个2维码，扫码之后呢，这位同学就会拉你进我们的观众群。好了，谢谢大家，感谢各位的这个收看，也感谢彦东，感谢大家的3连支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那彦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非常感谢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交流，非常感谢大舅跟我进行这次采访这个过程中本身我自己也很有收益，我期待线下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也希望大家支持大舅。好的，谢谢彦东，好，拜拜。拜拜。